不管我是做一或做二，都有不同的批评。靠着自己的实力，在一个单选区重返国会，是最理想的。用一句话来争取他们的选票，你会用什么话？一句话，有一点难啦，对，然后小难题。这好像是齐布斯啊，让我试试哈。请回答2025系列是邀请受访者来回答选民们最关心的问题。那今天要接招的呢是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。最近大家其实都有看到啦，你会在这个惹蓝加油走访，那选民的反应是怎么样的？选民都很热情、很亲切的跟我交流，他们也请我到他们的家聚聚。最幸会的、最感恩的是一家马来同胞。我家访时，他邀请我 Hari Raya 到他们家。秘书长，那为什么是惹蓝加油单选区，而不是集选区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自己的想法呢，是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实力重返国会，这对于我说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向。如果回到政坛的方面呢，我也知道在不同的领域，不管我是做一或做二，都有不同的批评。靠着自己的实力，在一个单选区重返国会，是最理想的。对于上次在集选区竞选，有没有一些启发可以帮助到这次？有啊，因为我也在集选区做过议员啊。现在虽然是个单选区，我们也可以跟红毛桥集选区配合，有好的方案啊，有好的邻里节目啊，我们可以像个大家庭配合。走访选区大概3-4周的时间，那有没有听到一些选民们他们真的很关心，或者您接下来可能会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？大体上呢，希望可以带动我在资总学到的种种方面，帮助工友找个好的工作，找个好谋生的方案。这对于应付生活费，我是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。然后短期里呢，可以的话，帮着居民申请政府不同那些补助金，而且如果他们是我们工会的员工，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帮助看护者。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，因为坦白说，现在我们不管是政府或者是 NTUC 方面，都有一些挑战，怎么更好的与看护者同行。在邻里呢，可以找到不同的志愿者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在日常生活中给予看护者一定的支持。在政策方面，怎么扩大领域啊，给予这些看护者一些机会回到职场上谋生，也有一些 flexibility 带父母啊去看医生，这些我觉得还是在初期还要很大的功夫。一部分的年轻的选民，其实他们会对行动党有点冷感。如果是让你用一句话来争取他们的选票，你会用什么话？一句话，有一点难啦，对，然后小难题。这好像是齐布斯啊。让我试试哈，我会尽我的能力了解较年轻人的心声，他们的愿景，他们的挑战，很重要的也要听到他们的建议或主意，然后一起携手共创未来。那就是在走访的过程中，有没有机会好像遇到一些年轻的选民？有啊，在邻里呢遇到较年轻人，其实讲话都是很自然的，差别的可能是他们会比较主动的，比较直接的，所以他们这样直接的去跟你讲，你也是很愿意
去跟他们聊啦，只要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心声。对呀，所以我们会面对 AI、通货膨胀、生活费成本提高的这一系列的问题，我们是怎么样帮助工友的？大体上呢，我们职总的战略呢是给予每个员工最好的工作，因为有了工作，不管是 inflation 方面啊，或者是生活费增长方面啊，有了一个好工作，有一个好的薪水，都有一定的帮助。还是说一句老话，必须提升自己的技能，在市场方面呢更有 relevance， 更有生产力，然后我们也在配合雇主他们所生意上的需求，怎么转型，然后带动员工参与他们的不同的方案，来提升工友的技能。这样一来呢，希望可以得到双赢。